我叫蘇清揚，定北侯府遺孀，年過4旬，被迫二嫁給宰相張松。婚禮之上，被親妹妹蘇明珠親手捅死。夫妻對拜禮成。都是蘇家人，凭什麼从前你當侯府嫡母，我當妾？如今你又高嫁宰相，而我就配個農夫。蘇清揚，你欠我的。我們是親姐妹，我從未虧待過你。親姐妹，從小到大你樣樣壓我一頭。今日你風光大嫁，明日我就是鄉下農夫的糟糠妻。蘇清揚，你去死吧！蘇明珠，你可知宰相府才是最大的火坑？如果有重來的机会，我寧願什麼都不要。宰相婚書已經送到家裡了，雖說是二婚續期，可嫡母您已年過4旬，能嫁宰相已是上上大吉了。嫡母，您就同意了吧？我这是重生了，回到了3日前宰相府送婚書的日子。锦儿，凭什么你嫡母能嫁入相府享福，我就只能嫁给一个農夫？我不同意！娘，您消停些吧，我还能害您不成？你个白眼狼！我才是你亲娘，嫁入相府该是我才对。娘，您糊涂了，你以为相府是什么好地方？我白生养你了，你居然帮着外人！蘇明珠，你錯了，你姑娘是真心疼你。相府外表光鮮，內實則危機重重。這一世你既然想嫁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嫡母，我娘糊塗了。如今咱們侯府人丁稀缺，您是主母，您嫁到相府最合適。蘇清瑤她年過4旬，壓根兒不能生育，嫁到相府還不被人家笑掉大牙。我不能生育，還不是當初被你所害。行，既然你鐵了心要嫁進相府，那就如你所願，我去配那個種地的。不行，嫡母，我求你了，求你嫁入相府吧。锦兒，今日你们要是不讓我嫁，我就死給你們看。娘，您不知道宰相府他……蘇明珠，你不必尋死覓活，我願意成全你，但我有條件。什麼條件？當眾立下字據，日後你我禍福各安天命，永無攀扯。好，我簽。我的天，这二房小妾都年過4旬了，還這麼風光，嫁去相府續弦當宰相夫人，往後就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。是啊，哎，同是侯府人，大房嫡母倒是嫁去城郊給農戶，差別也太大了。從今以後，我可就是宰相夫人了。姐姐以後當了農婦，可別想來相府打秋風了。各走各的路，不必掛你，指望你日後莫要後悔。傻子才後悔。這一世也總算是安穩。太上皇，蘇家送親的宿轎已入村口。知道了，切記，不可在村中暴露朕的身份。是。還有事？臣有一事不明，您為何要掩蓋身份，居於鄉野間？定北侯滿門忠烈，兒郎皆戰死沙場，皆是因為宰相張僧貪墨軍饷，導致我軍全軍覆沒。這筆血債，朕必替他討回。至於朕去定北侯府遺孀，比起相府那吃人的深宅樊籠，這鄉間小路反倒走得踏實。夫人今日下嫁，未曾遠迎，請夫人恕罪。您是？在下李忠，是我家主子，不是您夫家家奴。您提早前來，我家主人不知道外出務農去了，還請您不要怪罪。一介農夫居然有這般知禮的僕從，想必這農夫也沒有那麼窮吧？無妨，婚期本在3天後，是我唐突，來早了。夫人，不好意思，鄉野簡陋，委屈夫人了。不委屈，往後這裡就是我的家。前世爭了一輩子誥命榮華，
最後落得慘死。如今有這一方淨土，粗茶淡飯才是真的安穩。这夫人看着慈眉善目，若非定北侯府的男子皆含冤壮烈，这样有风骨的女子，应当也是子孙满堂，稳当一府太君了吧？夫人，晋升的这般周正沉穩，眉眼气度平和，比起张松那油滑虛偽的脸，强了不知多少倍。夫君劳累，妾身未曾先到和夫君一起下田，是妾身的过错。夫人说哪里话？我没能去村口接你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委屈你亲自走来，累了吧？待会儿让李忠去取些解渴的青梅饮来。夫人，外面日头大，咱们进屋说话吧。夫君不必如此，务农持家本就务實，我没那麼多嬌貴講究。我知道夫人原是貴女，後嫁定北侯府做嫡母，本身嬌貴雅致，下嫁給我委屈你了。曾經的侯府主母，外人看着清閒富貴，哪知高牆之內，日日算計，步步陷阱，倒不如鄉野田間來的自在。我一鄉野農夫，也沒什麼好東西贈與夫人，這個就當做你我的定情之物吧。這是羊脂玉，這指甲蓋大小的羊脂玉就能換300兩白銀，這簪子上的這麼大，足得有3萬兩了。蕭振岳當真只是農夫？夫人這是不喜歡？夫君，此物價格不菲，妾身雖然喜歡，但這太貴重了。你不嫌棄？其實我準備的不止這些。李叔，搬出來。整套赤金頭面、髮冠、釵環、首飾，還有這成串的東珠鑲到冠子上也好看。這都是給我的。回夫人，這是家裡祖輩傳下來的物件。這隨便挑一件，都能在京郊換好幾套3進3出的大宅子。夫君你真只是務農的？夫君你真只是務農的？就是家裡攢的。夫人是嫌太張揚？何止是張揚，這裡面有不少物件，定北侯府庫房裡都沒有。夫君，這幾樣看上去像是宮裡的手藝。啊，那個，我家祖輩在宮裡當過差。對了，這整片山林的山貨經營，鎮上2間糧鋪的股份，成交的碾米坊，以後進項都要辛苦夫人管理了。我和他才不過認識1天，他竟然放心把家底都交給我管，妾身一定不負夫君信任。從今日起，你便是我蕭家的主母，誰欺你辱你，都有為夫替你出頭，你只管舒心過日子。從前無論在定北侯府，還是前世嫁與張松，不是相敬如賓，就是勾心鬥角。沒想到如今跟了個農夫，日子反而更踏實。多謝夫君。夫人可是還記掛定北侯府的事？我定北侯府滿門忠烈，因奸人所害才……不瞞夫君，若他日有機會進宮面聖，妾身一定會為定北侯府討回公道。夫人不必擔憂，為夫答應你，定北侯府一定會有沉冤昭雪之日。蕭振岳只是普通農夫，這話多半是安慰我吧。原先還擔心定北侯府將二房庶女塞給太上皇，如今是正房嫡妻嫁過來，這蘇清瑤從涵養到言談舉止，就應該是做太後的樣子啊。太上皇，張松已將貪墨的3萬兩白銀轉入城外別院，御史台已有他的人，準備反撲彈劾。盯緊他的別院，收網之時連根拔起。是，那蘇夫人該如何安置？既然她已然嫁給我，她就是當朝太後，務必好好對待，不可莽撞。是。我隱於鄉野間，他日若在京城相見，皆以此令牌為身份號令。屬下明白。相國夫人，您這鬢外插着赤金槍紅寶的髮簪，真是好看。是啊，還有您這鐲子當真透亮，必定是丞相大人心疼您，花了大價錢的。自然，我家相爺近來忙於朝政，硬是要將中饋全交由我，連蘇家大房那幾間鋪面也歸了我，當真是累人。蘇清瑤啊，蘇清瑤，你當初處處以嫡姐身份壓我一頭，如今還不是嫁了個泥腿子農戶，守着土坯院過日子。蠢貨！誰讓你整日在外張揚招搖的？老爺，妾身只是和幾位夫人喝茶。如今御史台天天盯着我，你如此張狂，
是怕我的死对頭拿不到相府的把柄吗？若再敢生事，我立刻写下休书，滚回你的苏家去！夫人打理家业井井有条，确实辛苦了。都是些細碎小事，能为夫君分忧，青瑶不觉得辛苦。既然夫人得心应手，这些在府城京郊的几处別业与商号红利，也一并交予夫人。多謝夫君，这般安穩殷實的日子，我定用心操持，同你好好過下去。呀，你這衣服怎麼破了？哦，许是在田間勞作，不小心刮破了。脫下來，我給你補補。從前在宮中，見慣了爾虞我詐，嬪妃亦與我同床異夢，還從未有人與我真心相伴。那個掉下來了。成了，日後夫君在外奔波，可要處處小心才是啊。一定。行了，時辰不早了，你早些歇息。那你呢？我去偏屋湊合幾日，免得唐突了你。從前在侯府，人人只道我是當家主母，卻從未有人如此體貼過我。好，夫君也早些休息。兩世為人，頭一回有人這般顧及我的感受。雖不是大富大貴，可這份安穩與尊重，比前世的告明虛名珍貴百倍。這一世的路，終究是選對了。母親，御史台那幫瘋狗咬得越來越緊，我若再不找人疏通，危矣。依我看，你該去城西報恩寺上炷香，求佛祖庇佑。去城西報恩寺上香？明日朝廷幾位國公要去報恩寺給貴人祈福，你帶着明珠一同去，借機在諸位大人面前露個臉，穩住人心。母親說的是，明日一早我們便去報恩寺。你也跟着去，誠心求佛保佑相爺光位穩固，張家綿延香火。是母親。明日穿上你那套誥命禮服，切不可丟了相府的臉面。母親放心，妾身曉得。夫人，明日我要去城西報恩寺處理些山貨鋪子的賬目，聽聞那裡的素齋不錯，你整日在家打理瑣事也辛苦，夫人可願同行，權當散心？我也可以去嗎？有何不可？你是我夫人，你我一同出遊天經地義，去寺裡上炷香，吃碗素齋，就當出門透透氣。快看，听說那是宰相府新娶的夫人，真奢侈啊！是啊，你看那鬢邊的珠翠，那服飾，一看就價值不菲。二位客官好福氣，這臨窗席是唯一一席。尋常香客提前3日都未必訂得到。確實極美，有勞掌櫃了。這是特意為夫人訂的。夫人整日在家操勞，該出來看看景致，鬆快鬆快。夫君粗中有細，跟着他雖然平淡，卻是千金不換的福氣。那臨窗的位置，立刻給我們收拾出來。夫人恕罪，那座位已經有客官定下了，實在騰不開。什麼客官能比我們相府尊貴？讓他挪去下等席，多賞他幾兩銀子就是了。聽見沒有？趕緊把人請走，別污了我們老夫人的眼。我當是誰呢？原來是我的好姐姐啊！你不在泥地裡刨食，穿着這一身粗布衣，也配坐在這裡吃素齋？蘇明珠，怎麼是你？掌櫃的，你們報恩寺如今是連要飯的乞丐都能放進來了嗎？這位夫人，我們是正經付了銀錢訂的席位，你怎能這般出言不遜？老骨頭，滾開！一個鄉下伺候人的賤奴，也敢在相府面前叫囂？還愣着幹什麼？把這窮酸婦人的東西全都扔出去，給老夫人把位置騰進來！前世被蘇明珠逼死在老院，這一世竟還要遭他的毒手！光天化日縱奴行凶，仗勢欺人，這就是你們相府的規矩？放肆！你一個山野村夫，也敢管相府的事？我勸你趕緊把人放了，再跪下給本夫人賠罪，否則我讓你吃不了兜着走！
我管你是谁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夫人道歉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！区草民竟敢要挟宰相夫人，等我儿过来，定将你打入大牢，从重治罪。夫君，民不与官斗，我们快走吧，没必要惹上人命官司。夫人放心，这世上没人能当着我的面欺负你。来人，去请相爷，带兵来，把这2个贱民给我拿下！相爷到！相爷，您可算来了！这对山野刁妇不仅冲撞我和母亲，还动手废了咱们的人，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儿啊，他们根本不把咱们相府放在眼里，务必重治罪，杀一儆百。这张脸怎么竟然有点熟悉？你是哪个不知名的乡野小官，竟敢冲撞相府夫人？无官无职，大胆狂徒！区刁民也敢在本丞相面前放肆！来人，给我押入大牢，严刑拷问！糟了，张松权倾朝野，心狠手辣，真被抓进府衙，怕是有去无回。狗官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不就是块破牌子吗？吓唬谁呀？相爷不必与他们废话，这2个刁民竟敢伪造御赐令牌，必须打入死牢，严惩不贷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张松，你放肆！无凭无据诬陷良民，公报私仇，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哼，王法在京都，我张松的话就是王法。圣旨到！臣参见太上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上皇，太上皇！臣参见太上皇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上皇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不可能，他不是个穷农户吗？苏清瑶嫁的人怎么会是太上皇？平身。奉圣谕，宰相张松结党营私，贪墨军饷，图谋造反，罪证確凿，即刻打入死牢，抄没家產，3族之內流放荒山。哼！凭什麼？這本該是我的榮華富貴。我一心求安穩家的尋常百姓，竟是當朝太上皇。苏清瑶，你个半老村妇，你早就知道他是太上皇，故意换嫁害我一輩子。聒噪！押往京郊黄莊軟禁，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。2輩子了，這一世特意選了農戶家，只求守着小院安安穩穩度完後半輩子。可兜兜轉轉，還是一頭撞進了皇家的漩渦裡。皇權爭鬥太深太險，我一個民間婦人摻和不起，不如回鄉下老宅，守着幾畝薄田過日子，圖個清靜踏實。就這麼走了？民婦出身鄉野，不懂皇家規矩，配不上太上皇的身份。這些日子多謝照拂，就此別快。你要走我不攔，但能不能先坐下陪我說說話？你心裡若有氣，直說便是，不必憋着。民婦不敢。太上皇身份尊貴，當初隱瞞身份也是查案所需，情理之中。
什麼尊貴不尊貴的？少年登基時，龙椅還沒坐熱，就被趙鼎一黨攥着权柄，處處掣肘。满朝文武大半是他的门生。30年前淮陽曹良案，我恩师奉旨查案，反倒被构陷贪墨。我明知他蒙冤，可为了穩住朝局，还是親手批了賜死的圣旨。所以你退位是為了查出當年的真相？這份愧疚壓了我30年。退位隱在這鄉野處，不僅是暗中查案，其實也是躲。躲？為何？深宮太冷，人人都戴着面具周旋，連句真心話都聽不到。我懂，年少喪父，族裡叔伯個個盯着我家那點寶產，我在宗族夾縫裡討生活，事事都得算計周全。後來嫁了王夫，本以為能安穩度日，誰知又受曹良案牽累，家道中落。我一個婦人撐着文戶熬了10數年，裡裡外外都得自己扛。有我，往後不必再硬撐了。其實還有一事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訴你。什麼事？进屋說吧，此事多有不便。你亡夫當年不是病死，是因淮陽曹良案被人構陷，罢官之後鬱結於心，沒熬半年就走了。你說什麼？那時我只當夫君命薄，一場疾病說沒就沒。我一個婦人撐着文響，熬了10數年，從沒想過裡頭竟藏着冤屈。難怪他臨走前整日盯着糧庫帳片嘆氣，難怪總說這世道沒處說理。原來他是揣着這冤屈走的。30年前我剛登基，淮陽就報了曹良虧空大案，我恩師作為欽差前去查賬，剛摸到趙家的把柄，就被趙鼎反咬一口，扣上貪墨的罪名，賜死獄中。我王夫呢？你王夫是淮安府糧庫主簿，手裡握着真實的出入賬冊，想上京告御狀，半路上就被人劫了賬冊，罷了官職，對外只說是暴病身亡，演得干干淨淨。我退位隱在這鄉野間，一半是為了繞開朝堂耳目，重查舊案，還恩師和一眾冤臣清白；另一半也是想躲開那吃人的申公。我留下和你一起，這案子我查。我王夫蒙冤30年，我總得給他討個公道。好，你懂賬目，心細穩妥，有你幫忙，事半功倍。太上皇，夫人，不好了！京郊皇莊傳來消息，蘇明珠她懸梁自盡了。不可能，他絕不可能自盡。不可。蘇明珠心比天高，連皇莊軟禁都咬牙忍了，怎麼可能突然尋死？此事必有蹊蹺。皇莊現在全是對方的眼線，你親自去太危險。是的，他連最不堪的日子都熬過來了，怎麼會在這個節骨眼上自盡？分明是有人在背後幫他脫身。我已經派暗衛快馬趕過去了，是真是假一驗便知。坐下等消息。太上皇，夫人，属下赶至皇莊時，寢殿剛遭了火災，屍體燒得面目全非。能查出來是多大年齡的人嗎？查驗骨齡與身形，死者是個20出頭的貼身丫鬟，絕非蘇明珠本人。她是死後被掛在梁上偽造懸梁，再縱火焚屍掩人耳目。這是在火場灰燼裡找到的，是趙府嫡系子弟的隨身信物。莊裡雜役供認，入夜時見過趙府的馬車從後門離開。好一個趙鼎，朕還沒找上門，他倒先伸手過來了。蘇明珠假死脫身，轉頭投了趙家，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盤。趙家樹大根深，門生故吏遍布朝野，如今又多了蘇明珠這個熟知他們底細的幫手，往後查案只會步步精進。既然他們主動送上門來，那咱們就慢慢陪他們玩。趙鼎的人，30年前構陷我恩師制造曹良冤案的主謀就是他。如今雖已致數還鄉，可門生故宴遍布朝野，根基深得很。蘇明珠假死脫身，轉頭就投了趙家，定是想借着趙家的勢力翻身報仇。
太上皇夫人，京城里已经传開了，從官眷內宅到市井街坊，都在說夫人您不安頓，借着查案的由頭魅惑太上皇，還想犯先帝欽定的舊案，居心叵測。果然來了，拿婦人名聲做文章，是他們最擅長的把戲。跳梁小丑也敢興風作浪，趙鼎這是敲山震虎，想逼朕收手。他越是急着潑髒水，越說明他怕。父皇执意要翻30年前的旧案，还让那個民間婦人跟着摻和。回陛下，外头流言傳得厲害，都說蘇夫人挑唆着太上皇重查舊案，想借機把持朝政。父皇退位多年，突然重查舊案，莫非是对朕这個皇帝不滿意了？太上皇，奴才是趙老夫人府里的，下月是老夫人的60大寿，老夫人便请京中有人告令女眷，特意命奴才送帖子来。赵府办寿，內院守備必定鬆懈，正是查賬殘業與構陷時政的好時機。可壽宴只許女眷入內，男子貿然現身，反倒打草驚蛇。既然男賓不便，我去便是。不行，趙家是虎狼之窩，蘇明珠就藏在府中，你孤身赴宴太凶險。我是女眷，京中無人見過太后真容，趙家只會當我是攀附的遠親，防備最鬆。我年過半百，內宅往來的分寸早拿捏熟了，借入席周旋就能摸清內院藏蕩的路徑，不會輕易露餡。蘇明珠恨你入骨，必定會借機生事，萬一他暗中下黑手，你連退路都沒有。我跟他鬥了2輩子，他那點伎倆我清楚。再說曹良案關係着冤屈，我總不能一直躲在你身後。這趟我去。這是暗衛令牌，遇危險就亮出來。府外3步1崗都有我的人，記住，3長2短，扣窗為號，我隨時接應，萬事以自身安危為先。賬冊查不到無妨，切不可逞強。放心，我惜命的很。去，哪來的臭乞丐？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，相府壽宴的喜地也敢亂闖？我是來赴宴的。胡扯！今天是趙老夫人的60大壽，來的都是京城達官顯貴，你一個老乞丐，誰會請你？這真是府裡的帖子，夫人瘋了，請他一個老乞丐。別瞎說，主人家的事兒豈是你我能議論的？現在我能進了嗎？這，夫人裡邊請，小的有眼無珠，您大人有大量。我天，哪來的乞丐，臭死了！趙家還有這種窮親戚，穿成這樣來赴宴，也太丟人現眼了。誰許你坐這兒了？滾後面去！這是吏部王侍郎的夫人，他家早年貪墨軍糧補給的黑賬還壓在戶部。素來跟趙家往來密切，說不定我要查的曹良案，跟他也脫不了干系。哎呀，对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一个乞丐罢了，你跟他道什麼歉？就是。要說髒也是他髒，別髒了夫人的手。大人駕到！那是什麼人？怎麼什麼阿貓阿狗都放進來了？趕出去！老夫人息怒，我是您遠房的侄媳婦蘇氏，特意從鄉下來給您拜壽。老夫人。大喜的日子，氣壞了身體不上算。咱們大戶人家就當賞阿貓阿狗一口吃的，趕客反倒落了刻薄名聲。是啊，老夫人，讓他蹲在角落吃就是，礙不着什麼事兒。哼，罷了，就讓他在那兒待着吧。這會兒所有人都在前廳吃酒，內院守備最鬆，正是探查的好時機。我去後院補個妝。
亡夫的一模一樣，找到了，真的是当年的账册。是他的笔迹，这笔锋，这记尾数的法子，半点没錯。不對，不是直接攤墨，是挪借粒粒。當年的官糧被偷偷挪去填了私田的種子糧，等新糧收上來再衝回官倉頂數，中間的差價神不知鬼不覺就進了私人腰包。好手段，好算計。找到实據了。找到了，曹良不是被贪了，是被挪去私田料力，但光有残业不夠，得去淮安查粮庫原始底賬，才能把趙家的罪證盯死。淮安千里迢迢，一路舟車勞頓，你年近半百，腰腿還有舊疾，哪裡經得住？我派暗衛首領去查底賬就行，你留在京裡等消息。忠臣蒙冤30年，親自去放心一些。一把年紀了，什麼苦沒吃過，這點路途不算什麼。好，我們扮成下鄉收糧的富商夫婦，低調南下。我安排暗衛提前開路打點，一路護你周全。回夫人，各房閱歷都已按數支促。不好了，夫人，藏書樓裡那本舊曹糧賬冊不見了。什麼？守樓的婆子親眼看到的。席面上那個穿粗布衣的老乞丐，趁着前廳開席亂哄哄的，偷偷溜進了書房。完了完了，我就知道他身份不簡單，哪裡是什麼遠房親戚，肯定是當年曹良案的餘孽派來的。夫人，這可怎麼辦啊？快，立刻傳我的話，通知淮安沿路所有暗線，只要看到這般打扮乞丐模樣的老婦人，格殺勿論，絕不能讓她活着到淮安。老夫萧振岳奉旨核查30年前淮陽曹糧虧空舊案，今日過來調取淮安糧庫當年的出入底檔與卷宗政策，你即刻安排人取來。雖說早收到京城趙府的密信打點，沒料下來人竟持玉牌查案，來頭這般大。回稟大人，並非下官不肯配合，實在是28年前府衙失過一場大火，燒光了，所有糧道舊案連同糧庫副冊全都燒光了，半張殘頁都沒剩下。這陳年舊案的檔案，下官實在拿不出來啊。按大律，曹糧底賬正負2份分別封存，府衙、糧庫各存其一，期限60年。2處檔案同時毀於火災，未免太巧了些。律法是死的，實情是活的，檔案燒了就是燒了，下官總不能憑空變出紙頁來。大人若是不信，盡可去糧庫廢墟自行查驗。來人，送2位大人出府。哪有這麼巧的事？分明是趙家早就打點好了，堵死了官方的路子。2位老哥常來這處喝茶，我是北邊來收糧的，初到淮安，正摸不準本地的糧價門道呢。今年糧價就那樣，比往年漲了2成，都是漕運鬧的。要說這裡頭的彎彎繞，那可多了去了。這我倒略通些，就說囤糧。春荒放糧，秋收補倉，賺的就是季節差。手裡攥着300-500石的話，扣掉倉儲耗損，腳力工錢，1年穩賺3成利，錯不了。喲，夫人還懂這個？少見，尋常婦道人家哪算得清這些細賬？半輩子跟柴米油鹽打交道，這點賬都算不清，日子早過不下去了。就說官倉入糧吧，明面上每袋扣2升耗損是規矩，可要是賬上記滿數，庫裡按扣完的算，中間的差頭可就沒邊了。夫人是個明白人。這話也就我們這些退下來的老骨頭敢私下嘮。要說邪門，30年前曹糧虧空那年最邪門。怎麼個邪門？本來糧價平平，趙家突然冒出來，一口氣買了3000畝上等水田，全是白花花的現銀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誰都不知道他們哪來的這麼多錢。果然，虧空的曹糧沒被貪，是換成了良田私產。趙家這算盤打得也太精了。
不好！不好，是御林军的哨声。没想到这2个人来头还不小，撤！应该是赵家的人。我们刚摸到他们曹梁换田的底细，他们就急着动手灭口，分明是被戳中了痛处，才狗急跳墙。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整一下。都肿成这样了，还硬撑着不说。你倒是什么都会。半辈子伺候老人，操持家事，跌打损伤、头疼脑热都得自己扛，练出来的。半生坐在龙椅上，身边人要么敬畏跪拜，要么带着所求奉承。从来没人把我当个寻常老头子，蹲在破庙里给我敷药揉伤。这才是当年的真底账。我亲眼看见赵家的人深夜摸进粮庫，把官党全换了，该燒的燒，該藏的藏。我怕遭滅口，偷了這本藏了整整30年。這才是能定死趙家罪名的鐵證。老人家，多謝您肯站出來。等案子了結，我們保您安安穩穩度晚年。餿水了！後院柴房着火了！不好，账本被人趁亂偷走了。立刻去城郊老庫丁家接應，務必把人安全帶過來。老庫丁的土坯院空無一人，院門大開，人已經下落不明。他們一直跟在我們身後。賬本被搶，證人失蹤，你還笑得出來？他們急着燒賬本滅口老庫丁，恰恰說明我們找對方向了。真要是沒把柄，犯得着費這麼大功夫毀屍滅跡。既然他們怕賬本，那我們就給他們遞個靶子。你有什麼計劃？你讓人放消息出去，就說老庫丁早把底賬內容抄了副本，藏在城外義莊的老棺木底下。引蛇出洞，我這就安排暗衛守在義莊附近，他們一露面，就跟着摸去趙家的老巢。中計了，撤！不光有30年前淮安曹梁賬冊的原件，還有趙家這些年貪墨田產、私賣官鹽的全部賬冊與地契。不枉我們費這一番心思，有了這些，趙家的罪就徹底定死了。你過來看看這個，這是恩師的認罪供詞，字跡潦草扭曲，末尾按着鮮紅的指印，筆觸裡滿是絕望。不對，當年結案的卷宗裡從來沒有這份供詞。快去！快去！裡面的人聽着，爾等偷盜官府密檔，私查舊案，罪證確鑿，速速出來受降，否則休怪本官不客氣。沒想到小小淮安知府也敢如此囂張，趙家的勢力還真是遍布朝野。既然他們主動送上門來，正好一併清了，省得我們再費功夫。大膽狂徒，私竊官黨，擅查舊案，還不快跪下受負！你可知我是誰？哼，我管你是誰，難不成你還能是當今陛下不成？放肆！此乃朕的玉牌，你可認得？這是先帝親鑄的玄鐵玉牌，您是太上皇？不知太上皇駕到，奴才有失遠迎，請太上皇恕罪。你勾結趙氏一族，包庇曹梁貪墨，構陷忠良之後，樁樁件件證據確鑿。來人，拿下！查封趙家在淮安的所有糧莊、鹽號、田產，清點全部贓物與賬冊，一件不許遺漏。是。不止曹梁虧空，趙家還暗中勾結鹽商，私賣官鹽。
30年敛下的錢財是個天文數字。朝野上下上百名官員都跟他們有利益牽連，門生故意盤根錯節，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。這趟回京，怕是不會太平。太上皇，京中800里急報，說趙鼎帶着20多名志士老臣跪在午門外不肯走，說您私藩先帝，钦定舊案，動搖國本，逼着陛下下旨，請您收回成命。父皇，儿臣有要事禀報。說吧。趙首府领着20餘名志士老臣跪在午门外不肯起身，說您私藩先帝钦定旧案，動搖國本，請您立刻收回成命。他倒是急着跳出来了，朕還沒找他清算舊賬，他倒先送上門來逼宫。赵鼎經營朝野30年，這一跪是要把蕭振岳架在違背先帝的火上烤，連帶着把我也扣上夫人干政的罪名。先帝钦定鐵案，豈可輕易翻改？太上皇縱容民間婦人干涉案情，擾亂朝綱，老臣叩請陛下以江山社稷為重。皇上，翻案必傷國本。啟奏陛下，先帝钦定鐵案，豈可輕易翻改？乃是違背祖制、動搖國本之舉。臣叩請陛下下旨，即刻叫停查案，以安朝野人心。臣附議。更何況此案由一民間婦人插手朝堂重案，此乃妇人干政，禍亂朝綱之兆。若不嚴加制止，後世必有效，由朝綱法度將蕩然無存。一派胡言！貪腐不除，冤獄不平，才是真正動搖江山國本。再者，蘇夫人只是協助核查賬目，從未涉足朝堂任免，干預政務，何來干政一說？諸位大人拿婦人名節做文章，避貪腐之實而談空泛禮法，究竟是為了朝綱法度，還是為了包庇同黨掩人耳目？午門跪請一事，你打算怎麼應對？真要硬壓下去，反倒落了他們的口實。朕偏不遂他的意，傳旨出去，舊案牽涉甚廣，可暫緩釐清。但趙家貪墨漕糧，私賣官鹽證據確鑿，先行徹查贓款，一分一厘都不能漏。故意放趙鼎一馬，不是饒了他，是引蛇出洞。他越覺得朕投鼠忌器，背後的黨羽就越會跳出來蹦躂，到時候正好一網打盡。夫人，蘇家族長帶着二房老太太跪在院門口，說有要事求您。青瑤啊，求你發發善心，勸太上皇停手吧。為何？此事也不會聽我一人的。趙家放了話，你要是再揪着不放，就給咱們蘇家全族安上包庇罪，流放3000里呀！全族幾百口人的性命都攥在你手裡了。你自己要攀高枝惹禍，別連累我們一家子。你要是不勸太上皇收手，就是蘇家的罪人。別哭了，這3年你們靠着趙家的關係，多佔了族裡200畝祭田，吞了3間鋪面的公產，連縣裡的漕運差事都是趙家給疏通的，好處拿得比誰都多。如今出事了，倒先來逼我，要滾就滾，別在我家門口丟人現眼。趙家能拿蘇家開刀，就能拿其他官員的家族開刀。滿朝文武家眷都在京裡，他們拿捏着族人的性命，沒人敢站出來作證。你是說，他們會從內眷下手？太上皇，夫人，剛接到消息，京中張御史的夫人今日午後在自家花園失足落水，被救過來。與其被動等着他們一個個下手，不如主動出擊。你有什麼想法？朝堂上你穩住陣腳，我去走內眷的路子。京裡受過趙家打壓的官員不在少數，他們的夫人人人手裡都攥着點舊賬舊信，我去聯絡他們，從內宅圈子撕開缺口。太危險，張夫人剛出事，他們必定人人自危，趙家也盯着這塊。正因為人人自危，才更該擰成一股繩。都是跟我年紀相仿的過来人，見慣了官場倾軋，懂分寸，也懂自保。萬事小心，有事立刻發信號。我家老爺當年就是不肯幫趙家做假賬，才被貶到偏遠之地，蹉跎了半輩子。原以為這輩子都沒指望了，這些全是當年趙黨逼迫同僚的手書。我們這些婦道人家幫不上朝堂的忙，可這些東西藏了幾十年，就等着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場。蘇夫人，我們信你。好，大家既然相信我，我定盡力。
趙老夫人已經察覺內眷圈子的動靜，正派人挨個敲打各家夫人，還準備進宮求皇后下懿旨，禁止命婦私下往來。這是趙家侵占3處皇莊，私吞10年田租的明細賬冊，樁樁有據。趙家竟猖狂到如此地步，只是趙党勢大，早朝之上，只怕是会对你生事。陛下不必為難，他們要鬧，哀家自會應對。臣等叩請陛下，蘇清瑤出身鄉野，2嫁之身，更以宮闈身份干預前朝查案，攪亂朝綱，請陛下廢黜其名分，即刻停止翻查先帝欽定舊案，以安天下人心。諸位大人說哀家干預朝政，構陷忠良，那哀家倒想問問，趙家侵占3處皇莊，私吞田租12年，合計白銀83萬兩，克扣漕糧，私賣官鹽。皇上，這是誣陷！哦，誣陷！樁樁件件有賬可查，這些貪腐臧政擺在眼前，諸位大人視而不見，反倒揪着哀家的出身說事。哀家查的是貪腐，評的是冤獄，樁樁件件有憑有據，何錯之有？太后所言有理，此案必須徹查，廢後之事休要再提，退朝。统領，堂屋案櫃搜出來的，滿滿一箱全是偽造文書和流言底稿，都是抹黑太后、挑唆朝堂的內容。下人招認了，蘇明珠一直藏在此處，聯絡京中黨羽。半個時辰前剛收到風聲，翻後牆逃了。嶺南寧王親筆信，約定秋後裡應外合，共舉大事。藩王謀反，貪腐只是皮毛，他真正的圖謀是勾結藩王，顛覆朝局。這可比貪腐案凶險100倍。今日斗米30文，存貨不多，要買趁早。3天前才10文，這是要逼死我們啊！還不是太後非要翻趙家舊案，逼得趙家撤了糧行股本，糧商們都不敢放糧了。當官的鬥氣，老百姓遭殃，這叫什麼事兒啊？太上皇，夫人，京畿13縣米價3天翻了3倍，坊間全在傳，是夫人執意查案才鬧了糧荒。趙黨這是拿民生逼咱們停手，卑劣！傳旨，開京畿3處官倉放糧，先平抑糧價再說。不可，官倉存糧有限，開倉只能解一時之急，治標不治本。他們敢哄抬糧價，必定有私囤的窩點。我去查全城糧鋪進出賬，順着糧源追，一定能端了他們的老底。夫人，查清了，京城私囤的糧食全藏在這兒，貨倉的幕後東家，正是趙家藏在民間的暗產。趙家囤這麼多糧，絕不僅僅是為了逼宮停案。這是內務府在冊皇商的糧庫，沒有批文，誰敢擅闖？太后娘娘再尊貴，也不能亂查皇家產業吧？奉旨核查京畿糧源，阻攔者以同謀論處。皇商產業更好，正好一併查清楚。撞門！他們急着燒倉，恰恰說明裡面藏着見不得光的東西。分2路，一半人撲火斷火室，另一半跟我衝最內側的帳房。是。都核實了，這批囤糧大半是30年前淮安虧空的官糧，趙鼎偷運到京城，逐年高價售賣，謀取暴利。剩下的小部分，正分批秘密運往嶺南寧王封地。不對，寧王封地自有良田萬畝，犯不着偷偷收朝廷漕糧。他這不是囤貨牟利，是在囤積軍糧。奉旨查抄趙府，捉拿侵犯趙鼎，何府上下一律扣押，一人不許放走。你勾結藩王，貪墨漕糧，構陷忠良，樁樁都是滅族的罪，拿下！趙鼎，你深受3朝厚恩，竟结黨营私，通藩謀逆，罪不容誅。来人，將其打入天牢，择日問斬。其遍布朝野的門生故吏，悉數革職查辦。清點人犯時，唯獨不見蘇明珠，只在城門口找到他換下的仆從衣衫，人早已混出城，不知所蹤。他跑了，此人絕不肯善罷甘休。寧王謀反的具體部署，水師登陸的時間地點，從實招來，或許還能留你全屍。抓了我就贏了！告訴你們，寧王的3萬水師早已操練完畢，戰船100艘，不出半年便會順江而上，兵臨城下。
到時候這江山是誰的還不一定呢。傳朕密令，沿江3鎮即刻整肅炮台，操練水師，所有江防關卡加倍設防。軍中但凡有罩鼎门生故吏，全部暫停兵權，逐一徹查，一個都不能漏。太上皇，3鎮守軍兵力不足2萬，寧王有3萬水師，若是全力來攻，怕是守不住。守不住也要守，朕會調西北邊軍火速南下。在這之前，江防絕不能退半步。太上皇，追蹤多日的蘇明珠終於露了蹤跡，藏在城外曹幫分渡，正跟寧王的密使接頭，傳遞京城布防與糧草虛實。要錦衣衛即刻圍捕，死活不論，務必攔下密信。是。夫人，這些都是近3年的漕運關賬，各部簽押都齊整，歷來都是這麼報備的。齊整。近3年軍糧賬面虧空98萬7000石，各級漕運官員层层簽字遮掩，連個損耗明細都沒有。這麼多糧食，總不能憑空蒸發了。趙鼎把持漕運30年，虧空絕不會只是貪墨這麼簡單。這些糧草，怕是早就悄悄運去了糧單。首領，人都死了，密信不見了，寧王密使也沒了蹤影。半個時辰前，有個穿灰布衫的婦人從後門走了，懷裡揣着個油布包，走的時候還吩咐我們把人都處理乾淨。是蘇明珠，追！你看这上面的秘密航道標記，每隔3個月就有一批糧草軍械走這條線，不計入官檔。按這個頻次推算，寧王借漕運渠道私運物資，至少籌備了10年。報！太上皇，嶺南800里急報，寧王3萬水師已全數拔營北上，比原定起兵時間整整提前了3個月。前鋒船隊不日便要抵達沿江防線。原本還有半年的布防時間，如今所有部署全被打亂。陛下，寧王3萬水師勢如破竹，沿江守軍根本抵擋不住。臣懇請陛下遣使議和，割讓江南3府劃江而治，方能解京城燃眉之急啊！荒謬！寧王蓄謀10年，要的是整座江山，豈是3府能餵飽的？今日割3府，明日他便要渡江信京，割地議和無異於飲鴆止渴。陛下，太上皇，如今能領兵上陣的人沒有了，朕願即刻親赴鎮江督戰，破叛軍。西北邊軍路途遙遠，馳援尚需1月。依哀家之見，可先發動沿江鹽商、漕幫與船戶，他們世代生於水上，熟數江南水網港隘，憑借地形便能遲阻敵軍推進，為援軍爭取時間。容後再議，退朝。蕭振岳想掌兵權打仗，正好，咱們就幫他添一把火。奴婢能做什麼？你去吩咐底下人，市井街巷、官眷內都散出去，就說太上皇借平叛之名收攏兵權，等打退了寧王，就要廢了皇帝，自己復位。是，老夫人，奴婢這就安排。老夫人，末將已經聯絡好了3個營的兄弟，等寧王水師兵臨城下，咱們就打開正陽門接應。好，等新君登基，你就是禁軍正統領，趙家保你世代榮華。記住，行事隱秘些，別讓蕭振岳的暗衛嗅出半分味道。父皇退位多年，突然重掌兵權，難道真的對朕不滿意，想收回皇位？父皇，如今流言四起，貿然給您兵權，只怕朝臣非議更多。要不再等幾日，等議論平息了再說。朝內的內鬼已經按捺不住，開始動手了。平叛部署還沒啟動，就先陷入了腹背受敵的死局。陛下還在為流言和虎符的事猶豫。母後，不是朕不信父皇，只是滿朝非議，市井流言洶洶，朕不得不防。這是暗衛截獲的密證，趙老夫人暗中聯絡禁軍副統領，預備寧王兵臨城下時開城接應。所謂太上皇借戰奪權，根本就是寧王的反間計，借陛下的猜忌自毀長城，他們好坐收漁利。這群逆賊竟敢如此算計朕！哀家以自身名譽與性命作保，蕭振岳若有半分謀逆之心，哀家願一同領罪。當下江山危難，
君臣一心才能退敌。是朕糊涂了，这调兵虎符，朕交于你，沿江各州府全力配合平叛，敢有掣肘者，以通敌论处。这是我翻遍30年漕运旧道整理的沿江水文图，所有淺滩、暗礁、隱蔽支流都標得清清楚楚。镇江段航道狹窄，你可以借地形設伏。你在京城萬事小心，趙黨餘孽還沒肅清。等我打退叛軍就回來。來人，將裝滿巨石的沉船鑿沉在航道最窄處，兩岸埋伏弓箭手與火油手。是。放箭，點火！太上皇神機妙算，首戰告捷，擊沉敵船12艘，殲敵近1000人。這只是先鋒，真正的主力還在後面。王爺息怒，萧振岳主力都在正面航道，後方糧草大營守軍空虛，妾有一計。說。妾知道一條偏僻支流，地圖上從未標注，可繞到後方偷襲糧倉，斷了他的糧道，正面大軍不戰自潰。不好，敵軍要偷襲後方糧倉，大營守軍不足1000人，快馬回報太上皇！夫人，後方糧倉被敵軍盯上了，太上皇主力被牽制在正面航道，抽不出兵力回援，大營守軍不足1000人，危在旦夕。這可怎麼辦？鎮江到糧倉快馬也要1天1夜，遠水救不了近火呀！糧草是大軍命脈，一旦被燒，正面防線不攻自破。蕭振岳在前方死戰，後方絕不能出事。李忠，立刻去聯絡命婦聯盟各家的護衛隊，再去城西募500民勇，會射箭、能搬石的都要，備好旌旗、柴草與火油。半個時辰後出發馳援糧倉。夫人，您要親自去？我不去，誰來坐鎮？走。太后，敵軍2000精銳，我們這點人根本守不住啊！不如棄營後撤，還能保住些人手。不守營，守谷。你帶人把所有旌旗全插在山坡上，柴草堆成營壘模樣，白日燃煙，夜裡舉火，做得越熱鬧越好。這是疑兵計，可萬一被看穿了怎麼辦？看穿了再說。他們遠道而來，摸不清虛實，看見這陣勢，絕不敢貿然衝谷。我們拖1日，援軍就進1分。將軍，谷裡怎麼這麼多兵馬？莫不是朝廷援軍到了？不可能，蕭振岳主力都在正面。傳令，原地紮營，先探清虛實，再進軍。開營門，出擊！太后神機妙算，末將心服口服。好得很。本王的2000精銳，竟被一個鄉野老夫耍得團團轉。王爺息怒，正面難攻，我們走偏路。妾知道鎮江城有一條廢棄的官糧密道，直通帥府後院。妾願帶20名死士連夜潛入，取了蕭振岳首級。好。事成之後，本王封你為貴妃，享一世榮華。這一次，我要蘇清瑤和蕭振玉都血債血償。蕭振岳肯定想不到咱們能從密道進來，待會兒分頭行動，直取主院，取他首級者賞黃金100兩。蘇明珠，這條密道朕早就查到了，特意留着等你自投羅網。中計了，殺出去！追，絕不能讓他跑了！
都闭嘴！谁敢亂動，我一把火烧了这院子！苏明珠，放了百姓！再敢靠近一步就引爆炸药，我们同归于尽！先稳住他，立刻禀报太上皇和太后。是。别硬来，他已经疯了，逼急了真会拉百姓陪葬。我去跟他谈。不行，他恨你入骨，你过去太危险了。他恨的是我，我去才能让他分心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苏明珠，2辈子，你从苏家嫡女走到今天这步，真的甘心吗？放了百姓，投降留一条活路，不好吗？甘心？我落到今天这步，全是你害的！苏清瑶，你就算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清瑶！太上皇、太后娘娘年事已高，气血本就亏虚，此番撞击头部又伤及肺腑，能不能醒过来，全看造化了。不管用什么药、什么法子，必须让他醒过来。太上皇，宁王得知娘娘重伤，下令全军猛攻，城墙细段已经被攻破2次，兄弟们拼死才抢回来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快撑不住了。你一定要撑住，等打退叛军，我们还要回萧家小院种菜浇花。守住！太上皇有令，后退1步者斩！援军在遥遥无期，城破只怕只是早晚的事。不能死，冤还没平，人還在等，我不能就這麼倒下。扶我起來，去城頭。娘娘，你傷得這麼重，不能動啊！軍心不能散，我去一趟，比說多少話都有用。諸位將士辛苦了，哀家與你們同在，城在，人在。傳令，全軍後撤30里，紮營休整。寧王退得太規整，不像是潰敗，倒像早有預案。這場仗恐怕遠未到結束的時候。太上皇，寧王戰船首尾相連，船高地厚，咱們強攻的話，傷亡只怕會極重。而且他們順江而下，進退都比咱們靈活。硬拼自然不行，依我看，可用火攻。為何？近幾日都是東南風，江面風勢正盛。選數百艘小船裝滿桐油柴草，船頭裹上鐵皮，順流直衝敵陣。他的連環船看似穩固，遇上火攻恰恰是死穴。妙計，就按這個法子來。步軍統領，你帶人馬正面佯攻，吸引敵軍注意力；水師暗中背投火船，聽我號令行事。好，轉隊將寧王捉實進攻。蕭振岳想趁夜強攻，傳令下去，所有戰船用鐵索相連，結成船陣，弓箭手戒備，絕不讓他們靠近半步。風勢正好，明日辰時便是總攻之時。放火船！怎麼會這樣？快砍斷鐵索！快！太上皇，寧王跑了，
要不要追？追！传令先锋营全速追击，务必生擒首恶。太上皇，夫人，在主船暗格里搜出一箱密弹，全是宁王与京中官员的往来书信。这字迹笔锋旧硬，分明是先帝的手迹。残页上只余半句话，隐约可见曹良一案权宜之计8字。先帝的手迹，30年前的曹良案，难道先帝从一开始就知情？曹良亏空一案，军工集团尾大不掉，借此案剪除羽翼，赵鼎可任刀斧手，势必厚赏。恩师的名字赫然列在铲除名单的首位。原来父皇从一開始就知情，我愧疚了30年，追查了30年。原來從始至終，我都只是父皇棋盤上的一顆棋子。那道賜死正旨，不過是順着他不好的路走下去。所謂曹良冤案，從來都不是貪腐之禍，是帝王權衡的刀。再大的事，也不能糟践身子。你說我們折腾這麼久，到底圖什麼？冤案本就是先帝授意的，我執着翻案，難道要公開說先帝錯了？你恩師一身正氣守邊疆，我亡夫勤懇做事管糧庫，他們沒犯任何錯，卻背着貪墨的污名死了30年，族人遭排擠，後人抬不起頭，損了皇家顏面，朝野動盪，反倒對不起他當年苦心平衡的局面。帝王權衡是朝堂的術，可忠良的冤屈是人間的公理。難道就因為是先帝的旨意，這份冤枉就該白受嗎？錯了就是錯了，跟是誰下的旨意沒關係。真為江山計，就該還忠良清白，讓天下人知道公義不會因皇權而彎折。報！太上皇，大捷！寧王在逃往嶺南途中被部下叛變斬殺，首級已送到軍前。嶺南各州府悉數開城歸降，謀逆餘黨盡數肅清。叛亂平了，可真正的難題才剛開始。公開翻案，就是否定先帝決策，動搖皇家威嚴。不翻，便是對不起含冤而死的忠良，也對不起自己這30年的執念。父皇母後，平定叛亂，安邦定國，辛苦了。將士用命，百姓同心，才得此大捷。叛亂平了，接下來該了卻當年的舊案。首領，趙鼎昨夜趁看守不備，一頭撞在了石壁上，人早涼了，手裡還攥着半塊趙家的玉佩，到死都沒鬆開。你們別得意，趙家倒了，你們也別想安穩。先帝的欽案，你們翻不了。趙氏一族悉數按律定罪，所有黨羽革職查辦，一個都不許漏。陛下，30年前淮陽曹良案證據確鑿，乃是構陷忠良的冤案，哀家懇請陛下下旨，為所有蒙冤官員平反昭雪，追復官爵，撫恤家眷。陛下不可，先帝欽定的鐵案，豈能說翻就翻？公開翻案等於否定先帝決策，有損皇家威嚴，動搖國本吶！冤案不平，才是真正寒了天下人的心。先帝若泉下有知，也不會看着忠良蒙塵。強行下旨翻案，必會引發朝堂動盪，也坐實了否定先帝的非議。這條路走不通。父皇，兒臣今日來，不是忤逆您的旨意。兒臣知道，公開翻案有損皇家顏面，可公道不彰，天下寒心，江山坐不穩。今日兒臣在面前立誓，翻案只昭雪忠良，不非議先帝，所有罪責，兒臣一力承擔。等了30年，終於有人肯為我們做主了。大家再等等。公道或許會晚到，但絕不不來。太后，您這是做什麼？快請起！先帝欽案豈能說翻就翻？哀家在等個公道。先帝若在天有靈，也不願見忠良蒙塵。
陛下，太廟外跪了上千人，百姓士子都有，都懇請為曹良案冤臣平反。還有，太上皇獨自在太廟內跪了一夜了。一邊是先帝顏面，皇家威儀，一邊是忠良冤屈民心所向。父皇跪了一夜，母後守了一夜，他們賭的就是朕的決斷。遗旨：30年前淮陽曹良案，乃奸人構陷，所有蒙冤官员尽數平反昭雪，追復官爵諡號，按品级抚恤家眷。是。父皇母後平叛昭雪，安定社稷，功在千秋。儿臣拟尊母後為慈安太后，入主慈寧宮，為父皇盛得太上皇尊號，擇日行加冕大典，還望二位應允。尊號就不必了，朕當年退位隱於鄉野，本就是為了避世。如今大案了結，叛亂平定，更該回小院過尋常日子。哀家出身鄉野，半輩子都在田間地頭過日子，深宮高牆拘束得很，反倒不如城外小院自在。可這與禮制不合，立下如此大功，不受尊榮，朝野上下會議論的。議論便議論，朕這輩子為禮制、為朝局活了大半輩子，剩下的日子想為自己活。那就每月15入宮小住，可否？2輩子摸爬滾打，爭過冤屈，鬥過奸佞，到了晚年，還是守着小院種菜澆花最踏實。可算是回来了，這陣子京裡鬧得雞飛狗跳，還是咱們小院清靜。是啊，朝堂上的刀光劍影，哪有這一提青菜實在？太后娘娘、太上皇駕臨，蘇家全族蓬蓽生輝，老臣率族人在此恭迎多時了。都是鄉里鄉親，不必行這麼大禮。我這次回來就是祭祖掃墳，順便看看老宅，大家該過日子過日子，不用拘束。難怪他總念叨鄉下日子好，這般自在光景，確實比深宮強得多。娘娘如今是太后身份，咱們蘇家也跟着沾光。您看，族裡10幾個子弟都讀了書，能不能往京裡衙門謀個差事？不求高官厚福，有個飯碗就行。還有淮安的鹽引，趙家倒了之後，空了不少名額。娘娘說句話，咱們蘇家也能分幾擔，全族都能跟着興旺。差事和鹽引我都不能給。當年趙家掌權時，族裡不少人沾過好處，最後落了什麼下場，諸位都忘了。我雖不能給族裡謀差事謀私利，但可以出私產，在村西頭辦一所義學，請先生教貧寒子女讀書，再設一座義倉，豐年存糧，災年放賑，幫襯村裡的孤老貧困戶。娘娘心懷族人，是蘇家的福氣，老臣替全族老小謝過娘娘。還是這裡的日子最自在，沒有奏折，沒有黨爭，聞着菜香都比宮裡的龍涎香舒服。是啊，守着1畝3分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心裡最踏實。從前咱們湊在一起是為了查案互通消息，如今案子結了，朝局穩了，我想着把這命婦聯盟改做慈善會。娘娘，這個慈善會主要幹什麼的？專門幫襯貧苦官員家眷、孤老婦幼，還有災區逃過來的百姓。諸位若是願意，便搭把手；不願也不勉強。娘娘說的哪裡話？從前我們受趙家打壓，日子過得如履薄冰，全靠娘娘牽頭才有了活路。如今做善事，我們自然第一個響應。聖明最是累人，權勢這東西，沾上手容易，想全身而去難。我只求安穩度日，絕不能步趙黨的後塵。太後娘娘，朝中36名官員聯名上奏，娘娘平叛賑災，安定朝局，功德無量。如今陛下年輕，懇請娘娘回宮，輔佐陛下處理朝政。張御史這話是捧我還是害我？此前查案賑災是國難當朝分內之事，如今天下安定，後宮不得干政是祖制。回去告訴聯名的人，奏折立刻撤了，以後誰再提垂簾聽政，便是禍亂朝綱。你倒是清醒，多少人擠破頭想爭的權柄，你說推就推了。權柄是雙刃劍，握不住反傷自身。我一把年紀了，
犯不上趟這渾水。我已經吩咐下去了，往後我的太后用度削減30%，省下來的銀兩充入國庫。慈善會的事務我也慢慢交出去，只留幾個可靠的人打理。避嫌總得避得徹底些。你這份进退分寸，比朝堂上大半官員都強。多少人栽就栽在貪心2字上。太上皇、太后娘娘大喜呀！太医院剛诊出來，皇后娘娘有孕了。陛下龙颜大悅，正拟旨大赦天下，特意命奴才先來給2位報喜。好。皇上到了。父皇母后，儿臣又来叨擾。江南漕運改制卡了殼，想了幾日都沒頭緒，只好來請教2位。改漕運別急着動官制，先從糧戶入籍抓手，清了引田漏戶，糧稅自然就順了。妙計，真是妙計！皇上如今長進越來越快，再過2年，怕是都不用來問我們了。太上皇，老奴是陳大學士府的家奴張福，守了30年，終於等到翻案的這一天了。老人家快請起。這是老爺入獄前連夜寫的，讓老奴藏好，說冤案得雪再交給您。要是等不到，就燒了別提。寫什麼了？信裡恩師早知自己難逃此劫，字裡行間沒有半分怨懟，只說帝王權衡不得已，勸我以江山百姓為重，萬不可因一人之冤動搖朝局。老師，原來您從來都沒怪過我。30年了，我一直以為是自己懦弱保不住恩師，活在愧疚裡。原來他早就看透了，也早就原諒了。他是忠良，心裡裝的從來不是自己的生死，是江山百姓。你為他平反昭雪，沒有辜負他的心意。我想在淮安修一座忠良祠，把漕糧案裡所有蒙冤的官員都供奉進去，不為別的，就為讓後人知道，曾經有這麼一群人守着公道，沒丟本心。該修，忠良不該只活在卷宗裡，該讓世人代代記得。皇帝已經准奏，撥內堂白銀10萬兩，命淮安府即刻動工修建忠良祠。太上皇、夫人，淮安密報，當地幾名趙黨之士就力暗中串聯，四處散播流言，說修忠良祠是褻瀆先帝，動搖國本，還糾集地痞，想阻撓動工。本想平平靜靜把祠修好，告慰忠良，沒想到趙家餘孽到現在還不肯安分。今日是祭拜忠良的日子，不必講官場虛禮，我們就是尋常祭拜人，莫要驚擾了百姓。我家3代人背着貪墨後人的罵命，終於等到了平反的這一天。朝堂上的聖旨是公道，百姓心裡的記掛才是真正的青史。這些捨命守公的人，終究沒被世人忘了。太上皇、太后娘娘，這30年，年年有人半夜摸進來祭拜，不敢點燈，不敢出聲。如今好了，終於能敞亮地給大人們上炷香了。你看，公道雖遲，終究是到了。折騰了一輩子才懂，最好的江山，從來不是疆域多大，是田裡有糧，路上有商，百姓能安安穩穩過日子，是忠良不被辜負，公道不被埋沒。是啊，我們爭了一輩子，鬥了一輩子，到最後求的，也不過就是這人間煙火，歲歲平安。太上皇、夫人，太医院院正翻了夫人早年的脉案，又問了伺候的人，說夫人年輕時操勞過度，舊疾積了多年，此番賑災趕路連軸耗了元氣，病根已經沉下去了。院正說，怕是得好生靜養，不能再勞心費神。又咳得這麼厲害，是不是夜裡踹被子着涼了？老毛病了，不礙事。太醫新開的溫補方子，慢慢喝，
往後醫學、醫館的事兒都別操心了。朝堂有皇帝，家事有李忠，你只管安心養着。2輩子摸爬滾打，臨老了能有人把自己放在心尖上，這點病痛算什麼呢？太上皇，太后娘娘这是年輕積勞成疾，氣血大碓，肺脈也弱，如今年紀大了，病根都沉下來了，只能慢慢溫補調養，絕不能再勞心費神，更受不得半點累。朕給你旨意，從今日起你常駐小院，每日請脈換藥，缺什麼藥材直接去太醫院取，天下的好藥都可以用。臣遵旨，定當竭盡全力。苦了大半輩子，好不容易能安穩度日，怎麼就病倒了？村東頭的義學田產，每年租子專供先生樹風和貧寒學子的筆墨，我都標清了數目。女醫館張大夫主事穩妥，往後藥材錢從我私庫出，不許收百姓半分銀子。慈善會的良策也在這兒，災年記得按時放膳。夫人，這些不急，等您好了再管也不遲啊。早交代清楚，早省心。我這身子自己有數，真到了那一天，一切從簡，別鋪張，也別驚動朝堂，就按尋常婦人的規矩，葬在老宅後山就行。夫人，哭什麼？我2輩子活了快60歲，沉冤得雪，還有知心人相伴，已經比世上大多數人都幸運了。看什麼呢？這麼出神。下雪了，忽然想回鄉下老宅過年。往年在老宅，下雪天就圍着火盆烤紅薯，族裡的孩子們在院裡跑跳，熱鬧得很。好，等你身子再穩妥些，咱們就回去。想住多久住多久，我陪着你。給太上皇、太后娘娘拜年，祝2位福壽安康，歲歲順利。多穿衣裳，好好讀書。前世這時候，我一個人守着冷鍋冷灶，連碗熱餃子都湊不清。2輩子兜兜轉轉，竟能有這樣熱鬧的年節。想想這一路，錯嫁的烏龍，鄉野的清閒，查案的凶險，評判的炮火，竟像上輩子的事了。是啊，剛嫁過來的時候，我還天天團算着攢錢回老宅，做夢都沒想到會跟你走這麼遠。這輩子最幸運的事，就是退位隱於鄉野時遇到了你。深宮30年，朕守着江山規矩，從來沒活過幾天真正舒心的日子。我也是。2輩子的苦，換晚年這幾年安穩，還有個知心人陪着，值了。奴才給太上皇、太后娘娘拜年，陛下親筆寫了福壽匾額，備了些補品年貨，特意命奴才送來，祝2位新春吉祥，福壽綿長。謝恩月，無妨，起猛了。太后娘娘真是活菩薩，我們莊戶人家哪敢輕易請大夫，多虧了您。都是不值錢的草藥，能幫上忙就好。堂堂太後現在倒成了鄉間游醫了。什麼太后名縣，都不如給鄰里幫點實在忙踏實。前半輩子爭冤屈鬥奸佞，臨老了才懂，尋常煙火最養人。翰林院學士聯名上奏，想為您立傳記入後宮列傳，彰顯其賢德功績，流芳後世。回去稟陛下，立傳就不必了。我本就是鄉野婦人，前半輩子守着家過日子，後半輩子不過做了些分內之事，沒什麼值得寫進史書的。我意已決，能看着百姓安穩，舊案昭雪，我便心滿意足。虛名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沒必要費這個功夫。要不要回車休息一下？再看會兒。
這樣的光景，看一眼少一眼。你看，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光景。你看，墙根的菊花开了，比去年从淮安带回来的花种開得還旺。你親手撒的種，哪有長不好的道理？等曬成乾，冬天泡着喝，潤肺。兩輩子摸爬拐打，爭過冤屈，鬥過奸佞，臨了能守着這一方小院，有知心人相伴，夠了。別人的夜事，往後想一試。母后一生心懷百姓，是兒臣的榜樣。兒臣定當謹記教誨，勤政愛民，護好這萬里江山。你放心，義學、女醫館、慈善會，我都替你守着。父皇，儿臣來看您。今年江南漕運整頓完畢，貪腐絕跡，淮安忠良祠香火興盛，百姓都念着您和母後的好。不用長跑，記住，江山不在朝堂之上，在田間地頭，在百姓碗裡。好好做皇帝，讓老百姓都能吃飽穿暖，就是對我們最好的告慰。当年慈安太后治查漕糧帳，那可是無人能比。30年前的漕糧冤案，若不是他與太上皇力排眾議平反昭雪，這世間不知還要埋沒多少忠良。上月我去淮安，忠良祠的香火從早到晚就沒斷過。我以後長大也要像慈安太后一樣。好好。之後呢？如今怎麼樣了？直到今天啊，那蕭家小院的炊煙還日日升起。太上皇守了一輩子院子，守着兩人的念想，也守着這一方百姓的安穩。這人間正道，風骨溫情，就像那炊煙似的，綿綿不絕，代代相傳。今年的稻子又熟了，義學先生說，孩子們都很爭氣，有幾個苗子極好。女醫館新收了10幾個學徒，都像你當年一樣。肯吃苦，心也善。你惦記的那些事兒，都好好的。